從 T1 的話要帶國泰的 T4的話是要搭巴士的，不過雖然要搭巴士，這個等巴士的 lounge 倒是還蠻舒適的，它在 C21的位置，以等巴士的區域來說，算非常舒適了。然後現在看起來的話，這個晚上的時刻是16分鐘或15分鐘才一班，白天可能密集一點吧。不過車程真的是蠻長的，大家要抓緊時間哦。那我們待會就要去 T4，要回國泰的航廈嘍。大家都知道，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機場的話，都是在登機門口之前才要再安檢的。對，但是或許他們也發現這是一個非常笨的事情，因為就貴賓室的時間變短，大家變得非常不方便，而且登機門前安檢也沒有分商務，就會變得排很久。好像是好消息哦，因為我剛剛從 T1 然後搭車來 T4 的話就在進來之前就要先安檢了，所以理論上等下登機門口應該就不用再安檢了吧。T4 的航班是很少的， T4 的話除了國泰之外幾乎都是聯航了。我們來看一下 T4 的航班的話幾乎都是聯航，傳統航空的話我們看到就只有國泰，然後跟大韓航空，很特別。所以目前在 T4 所營運的傳統航空只有2間而已，大韓跟國泰。那我們現在準備走過去國泰航空貴賓室嘍。所以在 T4 的話就蠻明確的了，因為傳統航空只有大韓跟國泰情況之下，這邊的航空公司 lounge 也只有1間，就國泰航空，所以國泰航空在新加坡樟宜 T4 這個已經等於是半主場的規格啦。畢竟一天班次這麼多，目前連同第5航權應該是8班到9班。對，那上來之後就很明顯看到，黑色的牆壁就知道國泰航空到了。這是國泰航空新加坡機場貴賓室，來把它開箱一下嘍。那我們準備進去嘍。走進國泰貴賓室的話，右手邊的話就是廁所先了。這邊是商務中心。那我們先看一下商務中心，一樣是有一些電腦、印表機的這樣的一個空間。然後我們就先來看廁所吧。這一間廁所就很標準國泰 style， 而且完全沒毛病。等等等，開箱到現在就只有曼谷的有毛病，不是 Benfour， 其他就都沒毛病。然後廁所的話，應該也都是國泰標準設計。對，沒錯。國泰航空這一點倒是很不錯，就全世界不管是什麼機場都能做成如此統一的設計，然後 Benfour 在這邊都沒問題。好，那廁所走出來之後，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環節。這一間是沒有淋浴間的，那這也很合理，因為國泰畢竟營運的都短程航線嘛。好，那我們右邊的話，這邊就是一個先有個輕食區，這個是甜湯，這是一個就是核桃的甜湯。然後這邊是甜食區啦，然後再來這邊就是有一些簡單的一些水果啊、餅乾啊、堅果這些東西。然後再來就招牌的國泰這個noodle bar， 就會進來了一個開放式空間，像這樣，座位還可以。那我們看一下新加坡的noodle bar有什麼東西吧。新加坡的話有蝦餃，然後有 chicken bun， 然後有 vegetarian spinach dumpling。noodle bar， 這邊一樣有 prawn laksa， 餛飩 noodle 擔擔麵，然後 noodle in herbal grease。就是一些素的東西。然後再往這邊走，還有一區這個東西其實還不小間哦。果然是 T4 的一個半主場的空間，就是使用空間還算蠻寬敞的。我們看一下自助餐區哦。這個是一個米飯，就是番紅花的米飯。然後這邊是西式的，就是有一些意大利麵啊，跟一些青菜。然後這些就是這是肉球，然後這個是奶油胡蘿蔔湯、沙拉，然後一些南瓜、起司。酒的部分，白酒有2支，這一支是一樣
Marlboro 產區的 Sauvignon Blanc， 國泰航空最喜歡用的紐西蘭 Marlboro 產區的 Sauvignon Blanc， 沒有問題。然後這一支是 Toscana， 然後冰箱一樣有一些簡單的飲料。然後紅酒的話也是都有，紅酒的話是 Merlot， 然後 Shiraz 兩種。然後香檳的話是這一款 Moët。对，香檳是摩耶香洞。那自助餐區走完之後，在這邊還有一區這樣的休息空間，還蠻大間的啦。這一間就是你看這樣子，我目前走過來，空間算是蠻不錯的，沒有 Qantas 的商務那一間那麼大，但就使用上來講也是算蠻 OK 了。那我們就還是要，雖然肚子很飽了，但幫大家開箱嘛，我們還是要試一下 Noodle Bar 的口味，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國泰航空貴賓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了。好啦，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新加坡機場寰宇一家貴賓室的最後一站了，就是位在遙遠天邊 T4 的國泰航空貴賓室。這間如果不是搭國泰的話，要來還真的不容易，因為剛剛進來 T4 是還要安檢的，要真的搭 T4 的國泰才會來吃。那剛剛你跟大家說過，搭 T4 就只有國泰跟大韓，所以你也沒有別的機會了，因為其他寰宇一家航班也不在這裡。好，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。Laksa 我們最後再試，因為那屬於新加坡特色料理，我們還是先試擔擔麵好了。一樣，先聞一下有沒有花椒香味。新加坡的花椒香味弱一點，花椒不是那麼香。麵體看起來是跟香港一樣的撈麵，我來試試看呢哈。我覺得我不要用對不對這個字眼好了，因為麵體大家喜歡什麼樣的口味可能見仁見智，我只能說這個是跟台北、上海、香港同一個麵體，就是撈麵的麵體。那曼谷的不是，羽田的也不是。那這個撈麵的麵體是我喜歡的麵體，對，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錯。不過，沒有台北的好，因為它的花椒用的比較少，就是不是那麼的香，有香氣的不是那麼的足，煮的也沒有到爛掉，算蠻好吃的。那再來就是雲吞湯的環節，這種各地一致的食物比較好評別哦。雲吞煮的沒有爛掉，看起來是一顆完整的。雲吞還行，鮮味蠻夠的，蝦子的鮮味蠻濃的。那這邊就是特色的 Laksa 了。我們剛剛才在 Qantas 吃過 Laksa，那國泰航空你現在這個挑戰很艱巨哦，人家那是 Qantas First 做出來的 Laksa， 我看可能大事不妙。料的話，哦，有啦，有一隻這麼小的蝦子，我們試一下湯頭吧。Laksa 部分不錯，那我覺得3碗裡面，我覺得表現最好是這碗 Laksa。所以來新加坡的話，可能就捨棄國泰原本傳統的東西好了，因為 Laksa 做得很好，湯頭味道很鮮，然後裡面的那個魚板、蝦子是小一點，不過不能這樣比啦，因為剛剛我們吃的那個 Laksa 是在 Qantas First 頭等跟商務比，這不公平啦。對，那商務能有這樣子，我覺得還可以的啦。然後魚板也蠻好吃的，然後湯頭是對的，然後麵條也沒有爛掉，這是很 OK 的。擔擔麵我不知道，就是少一個香氣，我說不上。雲吞蠻鮮的，也還行，對，但 Laksa 的表現蠻突出的，所以如果來國泰新加坡貴賓室的話，麵食的話，點個 Laksa 我覺得是個不錯的選擇哦。好啦，吃飽喝足了，又到了我們最後的貴賓室談話時間，準備要結束了。今天要搭的是半夜1點25分的國泰回香港。對，那這一班紅眼航班好像就是聽說329之後好像要被 cancel 掉的航班，不過現在也不確定了，因為現在好像就這一班之後是搜不到了，對，好像搜不到了。那這樣這間貴賓室可能就會調整營業時間吧，對，因為畢竟國泰航空它一個人在 T4，寰宇一家的夥伴都在 T1，所以我對這段歷史倒不是那麼清楚，說不定有觀眾可以給我一些指教。就國泰航空本來應該也是在 T1 吧，然後搬到這邊來，應該也是因為他在新加坡不太需要其他的夥伴的接駁，所以他可以獨立運作。
舉個例，像英航就不行，因為英航的話，它亞洲點太少，所以有些臨近點它會依賴接駁。比如說你在英航網站上面訂票，你如果訂就是說像雅加達出發，它就會請你前段搭國泰去香港接。所以應該有些航點是要來新加坡接這樣子，所以它應該依賴一些轉機航班。那像之前我搭馬航的航班的話，確實在登機閘口下飛機的時候，會有人來叫，就是像Qantas的會來叫說，哦，有沒有去悉尼去悉尼這樣子。所以他可能覺得他在這邊就是可以自己獨立運作吧，所以才會自己搬來這個 T4。那 T4 當然是新蓋的，對。那他在這邊的話，就自己可以有一個空間。那我不知道他原本在 T123有沒有自營貴賓室，是不是有這麼大間？這個我比較資淺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對，那或許有些網友可以幫我們留言，下面就是給我們一些回饋這樣子。那這一間的大小的話，是比曼谷那一間大的蠻多的。跟台北比哦，我想一下哦，這一間沒有酒吧，這間應該比台北小。不過也合理啦，台北畢竟是國泰第2個家嘛，台北的航班這麼多，所以台北如果比新加坡這間小，好像也太丟臉了。那這一間的話，比Qantas小，也比台北的國泰小，但比曼谷的國泰要大間，那航班也比曼谷多一些。不過減班之後好像就不知道，因為目前的話，香港、新加坡這條航線是疫情之後到現在一直都恢復率是算低的。那國泰的話，之前是8班加這班第5航權是9班，不過第5航權砍掉後，目前班表還沒有完全摟進去。目前3月29號之後查到的航班是一天好像只有5班還是6班而已，確實縮減幅度是蠻大的。那就不知道是班表還沒有定案還是怎麼樣，這就不得而知了啦。對，總而言之呢，如果半夜這一班紅眼砍掉的話，這些貴賓室一定會提早收，因為它應該就完全是配合國泰的時間而開門的，那就跟卡達的意思是一樣的，跟日航意思也是一樣的，日航曼谷也是一樣的，日航曼谷也是自家有航班開就開，沒有航班就關 ，BA 也是一樣的，基本上會開一整天的貴賓室，除非是航班多到整天都有。不過 Qantas 那一間香港是例外 ，Qantas 在香港的話也只有晚上有自家航班，可是那貴賓室是開一整天的。因為他收了很多其他的客人，像他星宇也是用 Qantas， 然後日航也用 Qantas， 所以他收了很多，他簽了很多跟其他航空公司的 contract， 他就可以用這樣子。那這間在 T4，國泰自己獨自使用，我覺得是合理啦，畢竟他一天有這樣子的量嘛。不過我很好奇，是大韓航空怎麼也會自己就搬來 T4了呢？仁川到新加坡，大韓航空一天就是3班。從仁川飛這邊，對，所以用第4航廈是蠻奇怪的。這邊都聯航專用的，不過這邊的其他設施倒是看起來不像聯航啦，都是還蠻舒適的這樣子。T4畢竟是新開幕的嘛，當然舒適度是一定在的。作為新加坡國泰貴賓室的收尾，我們再補一個重點，確實沒有錯，就是在 T4的話，登機門前不用再安檢了。所以新加坡4個航廈裡面，只有 T4不用在登機門前安檢，進航廈的時候就要安檢，像其他機場一樣。所以 T4這樣是比較有效率的。這個是國泰在新加坡起飛的狀態。好啦，那這就是 T4國泰貴賓室，那就給大家開箱完畢嘍。那我們就下一集貴賓室再見嘍。